welcome back to 说说 Chinese 说说中文 I'm Shuo, your Chinese native speaking teacher lives in Bangkok, Thailand. Hey, I'm here. Let's be honest, were you confused for a while whose video this is? Okay, no more shenanigans. Hi, I'm Shuo from 说说 Chinese 说说中文.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or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real Chinese phrases that you may not learn from your textbooks, welcome to take a look at my channel 说说 Chinese 说说中文. I'm really happy to meet you there.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n't familiar with our backgrounds, Shuo is from China and is currently living in Thailand, while I'm from Taiwan, so some of the internet slang we use are quite different. So we have prepared 10 internet slang expressions for each other to guess what they mean. There will be 10 slang words in my video and the other 10 on her channel, so remember to check hers out after watching this video. Also, we will mainly be talking in Chinese, but I've prepared English and Chinese subtitles, so don't forget to turn them on if needed. Alright,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你还记得吗？就是上次我们不是在 YouTube 闲聊，然后我们截图下来放在 YouTube 上面，结果就很多人回说，哇，你们两个竟然一起合作。结果殊不知我们其实就是闲聊，对，并没有要合作。然后后来我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发有关你的动态，就会很多人回说，拜托你跟说说拍片，他们就很想要我们赶快合作。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可以就是给大家一个惊喜。我觉得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不是每次发，然后大家就会回，然后我发到后面就是发有关你的人，就有些人已经很不耐烦了，他们就说你们到底要一起拍片了没？真的吗？真的，听起来很生气。是，我就觉得该拍了，该拍了。对，那我们开始吧。那我先吗？好的。第一个很常见的台湾网络用语是这个。急，完全没有头绪。我给你一些提示，急呢在台湾网络用语中是用作动词，然后我给你一句话，就大家会讲说这我一定急。再给你一个例子，小心被急，小心被急。好难哦，这两个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讲，你在脑海中想小心被急跟这我一定急的字，然后把它想出来。不知道。我公布解答，这个真的比较难，可是这个真的还蛮常见的。就是呢，你有没有觉得它跟哪一个字长得很像？告。对，这我一定告是什么意思？这我一定告就这件事情惹到我一定会告。OK，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告会这么常见在口语中啊？大家为什么这么要常常去告别人？没有，这个不是口语这个其实不是彼此聊天会用到的，而是有时候有些事情大家觉得很荒唐，然后他就会说这我一定告，他就是用急来用一种比较搞笑的方式来讲这件事情。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可能是美食评论家，然后他就会去各个餐厅拍片，然后他就批评那些食物，然后下面就会有人回说你这样小心被急，就会用这个对，所以是因为告听起来就好像就是有一点凶或者有一点严肃。对，太严肃了。对，就是有一点搞笑的方式来讲这件事情。对，可是我觉得，比如说在我们的汉语里面，我们会说这我一定会告他，对吧？就是后面会有一个宾语的这样子。我知道了，你会觉得这句话蛮奇怪，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有一个我忘记是谁先讲，就有一个人带动这种讲法，就有一个人讲说这我一定告，然后好像是写在文章里面还是什么，然后大家后来就开始就觉得这句话还蛮好笑的，然后就开始用，然后用的时候顺便改成急，顺便改成急，对，就是这我一定急。OK， 我可以理解，第一个好难哦。对，完全没有头绪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台湾的，这个是让我康康。我好像知道这个，但是台湾我没有看有人用过。可能就是我生活圈没有人在用，我不太确定其他人，但是我自己没有看过。
但我有看过 Steve 的影片，就我们不是都有访谈 Steve 吗？然后我就刚好在下面看到他说什么给我康康还是让我康康 ，Steve 说给我康康，对，我也觉得很意外。然后我是那一次之后才知道这个意思，对，是给我看看吗？就是给我看看。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为什么就是给我康康是给我看看的意思，然后就发现这是来自于台湾的一个防性侵的教育片。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做《原来男生也会被性侵》，然后就是说有一个大叔他要性侵那个男生，他说啊我的房间里有好康的，然后他这么说其实他说的是福建话，就是好康的就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大陆的网友看到以后就会误认为是啊我的房间里有好看的东西哦，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哎给我康康就是给我看看。所以一开始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可爱，我没有想到它的背后是一个这样子有一点不幸的故事。真的，我其实没有听过，而且在台湾很少人这样用。是对，但是在大陆用的是常见的。对对对。好，这个希望不要太难。这个什么鬼啊？什么鬼啊？哎、我原本真的以为你会常常看到台湾人，就是 YouTube 上面很多台湾 YouTuber，、然后我就想说你应该会，就我今天给你看的东西，你应该都看过没有之类的。是不是阴森森的意思？就是黑黑的。不是，好，我提示你，这是跟声音有关。你觉得生气气听起来像什么？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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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就是生气气。我要去挤你。对，我要挤你，我生气气。它其实很常用来调侃别人，比如说，如果有人在留言区被激怒，然后下面就有人回说，有人生气气了，或有人生气气了。但是它也可以是一种比较可爱的讲法，就说，你再这样，我要生气气喽，或者是不要生气气啦。哇，这样好符合台湾人的个性，很可爱吗？对对对。下一个是舔狗。舔狗，舔狗是舔东西的舔，然后狗，舔狗是不是巴结别人？差不多，但是它是一个名词，是名词，名词哦，差不多。你会怎么用？你在一个句子里会怎么讲？在一个句子里面，他根本不喜欢你，你还要当他的舔狗。哦，舔狗，工具人。你知道工具人吗？我知道。这个是台湾的用语吗？不是，舔狗。工具人是我们会讲，但是舔狗我没有听过。对，差不多，就是好像一只狗一直要去舔这个人，然后这个人也不理他，就是他就对他特别特别好，然后没有下限的那种。我觉得就是工具人，就是通常就是在讲男生一直就喜欢这个女生，然后一直为她做事情。对。哦，好，那这个还算简单。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很简单啊。是哈，你们会用吗？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一点老，这个可能就是它其实蛮久了，对，很久以前的时候。那我们就解释给大家听，就是不是，对不对？对，484就是是不是，因为它就是声音很像嘛。你484要挤我。这个是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网络用语，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在中国社会的一个概念，叫做内卷。内卷是不是内外的内？对，然后这个卷头发的卷。内卷，我会想到我们我们台湾讲内卷都是，你卷头发，你要往外卷还是内卷？对，不是内卷，最近才有的。对，这个非常非常难，它不是一个网络用语，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现象。这样我应该是猜不出来内卷。我告诉你，提示一个句子好了。比如说我们会说，现在中国社会内卷现象非常严重。年轻人的压力都非常大。我想一下，是不是大家都留在国内发展，
然后所以竞争力很强，彼此有一点像，有一点像。好，那你解释一下。就比如说，你会想一个比较非常非常大，有很多机会的社会，大家都可以就这样发展，就随便发展，对不对？意思就是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努力。比如说一开始每个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那就他是这样走的。然后这个人说不行，我要工作9个小时，然后大家都工作的越来越多，工作的越来越多。我工作12个小时，我工作15个小时，可是因为这个内卷它是有一个极限的，对不对？所以卷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大家就会呈现一个比较压力比较大的状况。也就是说，就是现在大家的竞争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人的能力是有一个极限的，就是说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是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工作那么长？是因为怕被裁员，还是？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内卷社会的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工作这么多了，那我想比你更厉害，然后他也想比我更厉害。就比如说以前，比如说我可能是10岁或者12岁才开始学英文的。当时如果你小学3年级或者5年级学习英文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现在小孩子很小很小就开始学英文，然后慢慢的他们会觉得这个还不够，我们除了学英文，我们还要学习小提琴，需要学习西班牙文，然后小孩子就竞争越来越大，这个也是一个内卷的一个表现。对，这就跟竞争有关系。对，是的。对，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这个真的很难。对，这个真的很难。对啊。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我觉得，因为它很久了，所以你有可能已经看过。就是这个，不知道什么鬼啊？这在台湾的网络用语很常见。这跟注音有关系的吗？哇，你好聪明哦！你为什么不会想到常常？就很多人会以为这是常常，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注音。呵呵，对，就是呵呵。所以我刚刚刻意就是不念出来，因为我一念出来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是呵呵的字，然后红色的部分就是注音。那通常我们在打注英文的时候，就是以上面那个符号去代替整个字。对，像我们有时候你会看到好了，台湾人有些人会打好，然后一个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注音符号。我以前有背过，可是我现在就忘掉。我到时候再上字幕，就是会打好了。对，就是注英文大概就长这样。呵呵，我怕有些人不知道它的意思。呵呵的意思就是冷笑嘛，就是很讽刺、很轻蔑的笑。你有朋友会对你用呵呵吗？有吧，我自己有拍影片，就是有拍呵呵的影片，有讲到这个。对，有拍。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学生他不知道呵呵的意思，然后他可能就以为是英文的嘿嘿，然后他就他常常跟我发呵呵，我说这个学生是不太喜欢我还是怎么样？所以就听起来就很不舒服。但是你其实就我们身为老师会知道说，学生他是不懂才会用。对。铲屎官。铲屎官怎么跟舔狗好像很像？对，就是互相让我想到。铲屎官，我明白你的感觉了。就是我在准备这些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这些你应该都知道，就是没想到，是互相不知道的。因为我想说，网络现在这么发达，就是多少你会看过。对。我想一下铲屎官嘛，铲屎官，就是是不是像帮别人擦屁股那种感觉？不对。不是，铲屎官，我给你一个提示，比如说在 YouTube 上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的名字叫做《铲屎官挑战1天不理猫会发生什么》。猫奴。对，差不多的意思。你们那边会讲猫奴吗？会讲，就是因为猫它很高傲，对不对？所以我好像不是它的主人，我好像是每天给它铲屎的这个官员一样的这样子的感觉。我在想，是不是有一些台湾人也会用？可能就很喜欢猫的人可能会知道这个词，但是因为我平常没有接触那么多，自己也没有养猫，所以可能就对这个词比较陌生，不太熟悉。对。那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很难哦，你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这个母汤，我有见过，你见过？我忘了，我不知道。我有见过，你给我一个句子吧。好，这样母汤，这是台语对不对？对，它是台语，它不算一个词。这样
不行。对，聪明。我先说，就是汤应该是它的念法就是台语，但是我不确定我念的正不正确，因为我的台语非常的差，但是应该是汤。对，大家自己去查证一下。你要去挤我这样母汤，我生气了。哇，学好快！母汤就是台语的意思，台语的不行或不要。就还有不行或不要，然后大家就是好玩才会用母汤，就是说这样母汤哦。对，我觉得这个你说到这个就是你大概可以猜到是台语。我刚刚是不是就不小心讲成台语的方式？没有吧？我觉得应该就是我很聪明。哎呀，杠精。我好像看过，我看过，但是我真的没有搞懂它过。杠精，我在想是不是跟酸民有关？你好聪明是的，差不多的意思。所以就是如果有人就是留一些很酸的留言，然后你就会说他是杠精，是这样吗？对，但是杠精是某一种特别的酸民你知道抬杠吗？抬杠聊天吗？是吗？我以为这是一个普通话。抬杠就是有一点像是顶嘴，或者就是非常的 picky， 就是你说的话我都说你说的不对，那就是我在跟你抬杠，就是你往这边抬，然后我一定要把这个杠这样抬起来，就是让你不舒服，这样子。然后我是一个抬杠的妖精，这样子的感觉。我懂意思了，就是你会说为什么网上那么多杠精？就是你不要和那些杠精计较。所以他们不是在批评你的为人，他们通常都是批评你讲错话，或者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对，就是他如果是非常有道理的提出来这件事情，那就不是，他就是一定在跟你故意要跟你作对这样子的感觉。好，了解了。Okay, that's all for this video. To see the other 10 slang expressions, visit Shosho Chinese channel. And before you go, don't forget to hit the like and subscribe button to my channel for mor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Chinese lessons. Finally, if you want to learn some daily Mandarin expressions, check out my Instagram, Grace Mandarin, and Show's Instagram, Shosho Chinese. Alright then,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